女仆熟练地将蔬菜甩向空中，接着以完美的刀法切成丝，然后轻声询问对面的男孩，他现在是否可以被雇佣。然而对于这个正值青春期的男孩来说，这无疑是一道非常困难的选择题。原来就在前不久，他的门铃被一个陌生的女孩敲响，对方上来就说自己能否当这里的女仆。虽然起初的男主只以为他可能是来推销产品的，但当等真正询问其原因后，才得知原来是自己远在海外的某个亲戚特意派这个女仆来找他的，并且好巧他的父母也在前几日出门旅游了。于是在联想到这或许跟父母有关后，男主便让女仆展示一下才艺。可没想到的事情是，女仆的这番操作把男主吓得不轻，这怎么就和杀手一样？所以他便拒绝了雇佣女仆。然而就在女仆前脚刚离开不久，眼神也充满了失望的同时，却忽然看见男主又追了过来，并且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。原来是女仆的铃铛落在了家里，而由于刚才两人产生了轻微的身体接触，男主便提议对方能否打扫家务。至于原因，那便是青春期在作祟。可这却苦了女仆，打扫家务她是一点都不会，做饭当然也是不会。不过她对于刀法的研究却是惊为天人，比如只要根据使用者的手法，就能让种类不同的刀在击杀敌人时，每次都能做到一击毙命。眼见画风偏离，男主便指了指屋内的垃圾袋，意思则是让女仆清理。可没想到这在对方眼中，就是这些垃圾袋的某一个当中必定藏着尸体。于是为了让女仆从简单的开始学习，男主便让她拿起了扫帚。牛逼！晚上的时候，女仆在浴室洗澡，可男主却脸红了起来，因为这还是女生第一次在他家洗，这种感觉说不奇妙那是假的。与此同时的女仆，她在和男主的相处中，却发现这个少年和其他人不同，从未吃过美食的他，却在这里吃到了温暖；从来只会杀人的他，却在这一刻莫名其妙的害羞了起来。很快夜幕降临，男主因为做了噩梦，便忽然醒了过来，接着又看了看时间，在明白自己可能是饿了之后，就走下了楼梯，但他却貌似在厨房门口听见了什么声音。昨天他就听见女仆说过，他很擅长暗杀，难道今晚就是自己的死期吗？这个女仆表面看起来文质彬彬，难不成背地里就是个变态？而等他走进去一看，好在只是女仆半夜饿了，然后偷偷的吃起了肉酱，这让男主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原来女仆半夜也做了一个梦，她梦见肉酱对她说了话，说什么她怎么吃都吃不完，并且女仆明天说不定就会因为暗杀而死，所以现在可以尽情的去吃它。而这便是女仆半夜来厨房偷吃肉酱的原因。可她在前去吃肉酱的途中，却还发现男主在屋内呻吟，貌似也做了噩梦。于是女仆在想到这很可能是暗杀者来袭，所以便走到男主的跟前查看。然而她见到的却只是男主喊妈妈并且在流泪的样子。闻听此言，男主便顿时害羞了起来。原来在他很小的时候，每次做噩梦时，如果不躺在妈妈的腿上，就无法睡着。可话音刚落，女仆便示意男主躺在她的腿上。此刻只会暗杀的他貌似变得温柔了起来。可没想到男主却拒绝了，毕竟他不再是小孩子，不是吗？男孩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家的冷酷杀手女仆竟然会怕可爱的小狗。原来在他小的时候，老师曾以训练的名义将其丢在有很多凶猛野狗的深山里，所以才对狗有了心理阴影。这天早上，女仆将垃圾切碎装进垃圾袋，在出门丢垃圾的时候，意外看到门口竟放着一个被遗弃的小狗。前主人的信上写着是从宠物店买错了，所以就将它放在男主这个看似有钱人的家门口，希望男主能带回去收养。此话一出，男主有些生气，但还是没能狠下心置之不理。毕竟这么小的狗在外面很可能会丢掉性命，而女仆却说只要带着活下去的强烈信念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解决。这就是动物的本能，只靠同情心来拯救的生命，有时候会为自己招来悲惨的结果。不被任何人所需要的脆弱生物，若是不靠自己的力量变强，那总有一天会难逃死在路边的命运。如果随意拯救他的生命，将来这份责任或许就会化为危害，最终加到男主的身上。虽然男主不是很懂，但他觉得昨天女仆之所以会救自己，并不是因为同情。眼前若是有可以拯救的生命，那么身体就会依靠人类本能，在思考前先动起来。男主明白被人抛弃的心情，所以这么可爱的小狗他绝对不会不管。而女仆从刚才就对小狗敬而远之，就连抱都不敢抱。男主猜测女仆应该是害怕狗，女仆并没有否认，但要是男主下命令，他还是会无条件执行。通过交谈，男主才知道女仆小时候对狗有了心理阴影，女仆对自己没办法帮上忙感到很内疚。可男主并没有责怪他。见状，女仆决定尝试抱一抱小狗，但在接触到的瞬间，他就害怕的全身颤抖，因为小狗拥有锋利的爪子、凶猛的尖牙和锐利的眼神。然而男主怎么看它都像坨麻薯，丝毫没有任何威胁。看到小狗一直想咬东西，男主猜测它可能是牙齿痒，于是便带着它前往宠物医院检查。正好需要排队一段时间，男主让女仆去旁边的商场买些小狗用品，直到黄昏，二人才踏上归途。之前女仆的世界里不曾出现过像男主这样温柔的人，他所生存的地方不允许任何失败，所以他每次被男主温柔对待时，就会切身感受到男主和他的距离。女仆的工作不像之前当杀手，他初次接触什么都做不好，甚至都以失败告终。杀手的本质和抢椅子游戏相同，笑到最后的人才能活下去。通过男主，他才知道世界充满温暖。女仆想成为男主所希望的某种存在，今后一直待在他身边。这些话让男主知道了女仆想放弃之前的杀手工作，变成一个普通的女孩子。
找到除杀戮之外的容身之地。一开始男主看到女仆的时候非常害怕，毕竟他身边没有做杀手工作的。但是经过这几天的相处，他发现女仆其实是个非常好的孩子。这话让女仆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，从而下定决心成为普通女孩子。男主告诉她不用很在意失败，第一次接触的事物没做好才是普通的状况。到了第二天，女仆尝试用普通的方式切菜，她发现这样切能更有效率的平均切丝，不用聚精会神，轻松了不少。突然小狗过来向她撒娇，原来是小狗肚子饿了，女仆给他倒了一大碗狗粮，随后鼓起勇气想伸手摸一下，结果却被回来的男主打断了。男主发现小狗肚子像麻薯一样软，于是便给它起名为炸麻薯太郎。女仆和小狗对这个名字都很喜欢。见女仆已经切好菜了，男主夸他对女仆的工作已经得心应手了，这让女仆感到很高兴。就在这时，小狗想要男主陪他玩，可男主现在要做饭没有时间，于是女仆主动提出帮忙，正好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。毕竟男主曾说过他很乖巧可爱，为了不辜负男主的信任，女仆当即开启超认真模式，先摸了摸小狗的头，然后慢慢拉近距离，将它从男主的手中抱了过来。果然肚子和麻薯一样软，正如男主所说，小狗其实一点都不可怕。晚餐又是男主下厨，今天做的玉好烧搭配酱汁让他觉得很美味，甚至还想吃第二份。女仆本打算到此为止，但她的身体却非常诚实，男主让她不用客气，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是很普通的事情，如果还有其他要求也尽管说出来。此话一出，女仆终于敞开心扉，希望男主能帮她取个名字。虽然不记得准确的生日，但那似乎是个非常寒冷的冬天，并且外面还下着大雪。听到这里，男主提议叫她雪小姐。男主说自己非常喜欢又白又漂亮的雪，这番话让女仆重新喜欢上了雪。男人怎么也没想到，家里的女仆竟然是个飞檐走壁的刺客，而且还以学生的身份转学到男人所在班级。马上就要开学了，男主决定在那之前改善一下气质，于是让小雪帮忙打个耳洞。由于自己没这方面的经验，而他早就打了耳洞，所以还是相信他更多一点。可当打洞器凑近耳边，作为杀手的他竟然也会感到棘手，真没想到他也下不去手。小雪只是擅长在别人脑袋上开洞，而不是耳朵。这时门外响起急促的铃声，妹妹听说男主捡了条狗，便找上门，结果开门却发现哥哥居然在家里藏了个女人。对此他使劲扯男主的脸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。主要是妹妹对长得好看的女人无法抵抗，这也是男主不愿说出去的理由。在交谈中无意间暴露了小雪的刺客前身，妹妹当即惊讶到说不出话。男主本以为妹妹会因此心生畏惧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下一秒竟然露出一脸敬佩的表情。于是妹妹有个大胆的想法，觉得将小雪当做自己的暑假研究课题，能帮上别人，这让她感到奇妙的满足感。紧接着一步后院，妹妹也是艺高人胆大，居然主动顶着苹果测试她的能力。也许这就是男主放心妹妹胡来的原因。除此之外，还想记录杀手到底还有多少把刀。原本全身上下加起来应该有16把，只因男主不需要太多，就削减到5把，分别藏在欧派里以及2条腿之上。男主让他们俩差不多可以停了。中午大家出去吃汉堡的时候，注意到夏季庆典，男主表示庆典上会有酱汁鲜贝售卖。一听到这个，小雪就恨不得现在就去，于是来到庆典当天傍晚，妹妹非要尝试一下射击抢礼品，结果完全打空在墙面上。这种东西一般都需要专业人士来。只见小雪对准礼品扣动扳机，不料她的技术跟妹妹的一样烂，她擅长的只是飞刀而已。终于在庆典上遇到梦寐以求的酱汁，此刻小雪已经感动的流下口水，还没等老板将食物放下，就被她匆忙塞进嘴里品尝，然后像只兔子一样将鲜贝迅速粉碎。这还是小雪第一次体验到庆典的不一样，在过往的相同庆典中，没有多余的气力去体会。烟花绽放的那一刻就是她暗杀的瞬间，如今相同的烟花再次绽放，但这次的给她的感觉不一样，只要跟男主在一起就有自己未有过的家人感觉。随后也是心满意足的回家。这时背后出现一辆疾驰的摩托，并传来抓抢劫犯的躁动声，然而摩托的方向正好就是妹妹的位置。只见小雪帅气的公主抱救下妹妹，男主还为此而担心，其实他乐在其中，只不过买的酱汁先被弄洒了，于是诅咒抢劫犯遭天谴。这么说的话，小雪就明白了，执行杀人命令这点上绝不会失败，跟开挂一样，直接飞檐走壁追上去。像这种刺激又帅气的瞬间，兄妹二人可不会错过。只见小雪跳跃至空中后，伴随着2把飞刀精准命中那辆摩托，强行逼停了抢劫犯，然后又握住2把飞刀慢慢走过去。关键时刻男主给出命令不要杀人，然而他只是敲2下头盔而已。愉快的暑假就这样过去了。男主听到班级传闻有个超好看的女仆出现在学校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小雪竟然以学生的身份前来读书，还恰好分配到男主的班级上，这还让人怎么继续隐藏下去？人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保健室的美女老师竟然如此的主动大胆。本来男主只是想要检查一下眼镜，可是保健老师却偏偏要检查男主的身体，这可把男主给整不会了。难道自己很帅，竟然有这么多美女主动送上门白给？要知道在2分钟前，自家的暗杀女仆大姐姐可是变成自己的堂妹来到学校中上学，这下的男主当即懵逼了。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，女仆居然当众称呼自己为大人。这句话一出口，附近的哥布林族人全都闻着味靠近，个个都将目光放在自己的身上。而这种事情不用猜就知道是自家那个淘气妹妹所提的建议，这才让女仆来到学校。面对自家这个妹妹，男主也是没有办法，只能生无可恋的看着对方。妹妹没想到女仆这么厉害，学得超级快，只用2天半她就没东西了。
西可交了，甚至还靠女仆帮自己写作业。然而男主想知道的不是这个，女主是怎么做到进入他的班上，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堂姐的设定。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高一生，最离谱的是他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原来女仆靠曾经暗杀工作的关系走了后门，堂姐设定则是妹妹的主意。她说对外以亲戚相称更容易让人接受，虽然她比男主大一些，但在一个班上才能更好的服侍他。爱了爱，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，一到下课的时候，一大群的学生就朝着便利店冲过去，因为在便利店中有着一款非常好吃的酱汁面包，而且数量不多，先到先得，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场面。可令男主想不到的是，自己的女仆好像对酱汁面包也有想法，再加上他那绝对的实力，果断不走寻常路，在学校的楼顶来回穿梭。要是被别人看到这一幕，那么女仆绝对成为学校的名媛。好在这个时候，其他的学生都会选择性变成瞎子，所以无法看到女仆如此高超的冲刺技巧。女仆第一个抵达便利店，然后顺便拍了拍衣服，整理一下仪容仪表，处理完之后便淡定地走了进去，买了2份面包就与男主会合。原本刚才就很刺激了，但男主发现接下来更加的享受，女仆直接亲手喂男主吃面包。就这样子，男主在学校中过起幸福的生活。在家里有女仆伺候，在学校也有女仆照顾，这人生简直完美了。只不过回到家看到妹妹时，男主就感觉有些头疼。对于这个妹妹，他是真的没辙，脑子全都是辣鸡颜料，还把她幻想成为大姐。对此男主也是服了。很快第二天男主来到学校中上学，不过因为老师讲的比较无聊，所以男主有些昏昏欲睡，于是老师就把粉笔丢过去，路过女仆的时候被他切成2半，好巧不巧就扎在男主的眼睛上。男主也是服了，原本只是被打中额头的话只是轻伤，但这样就无法去保健室，有了女仆的帮助，男主差一点瞎了，所以需要去保健室看一看。结果这一看到好，不小心就引起保健老师的注意力，他开始检查男主的眼睛，只不过他的口中却说自己很喜欢男主这种类型的男生。在保健老师的狂聊之下，男主逐渐有些脸红，可下一秒保健老师竟然把门关了，打算检查男主的身体。好家伙，这时遇到了痴女了是吧？对此我只想说放开男主让我来。就在男主的节操快要不保的时候，女仆竟然及时过来救场，男主连滚带爬跑到女仆的身边，果然痴女老师还是有些受不了。女仆看了保健老师几眼，发现了对方有些不对劲，出去的时候便提醒男主，这个保健老师和他一样是同行，也就是一个杀手。男主只想说好刺激，身边全都是杀手，人也真的是服了，从未想过世界级的杀手如此变态，能用刀正面切开子弹就已经足够离谱了。然而当男主被4把枪同时瞄准，这本该是必死的结局，可谁料女主掏出4把飞刀直接丢过去。同行见状都快被吓傻了，做到这种地步的他简直不是人。也就在不久前，以防男主被新出现的杀手干掉，女主便全天25小时贴身保护，即使睡觉也要待在旁边。只是这样做男主可就不好受了，随即表示比起自己被坏人盯上，男主更担心他的安危。此话一出，即便他也有些不好意思，不过很快自信的保证，就算睡着时也不惧任何偷袭，甚至能单手反杀那种货色的敌人。虽然害男主受到牵连很是抱歉，但他让男主尽管放心，只因这是他最为擅长的领域。感到热血沸腾的他立马起身，表示依然很担心女主不想看到他离自己而去的画面。随后女主打开窗户通风降温，可却不料空气中全是酱汁的香气。仔细一瞧，发现气味来源是在围墙上。而在注意力分散的瞬间，男主已经被杀手格雷斯抓到一旁，并嘲笑他还会犯这种幼稚的错。龙生九子其中一员的白狼也不过如此。眼看女主打算动手，他当即用男主的眼球做威胁，却不料女主直接飙起中文。对他动手的话，你将会一直尝到生不如死的滋味。你有这个觉悟，对吧？格雷斯现在也不想闹个鱼死网破，为了顺利砍下白雪的保龄球，所以让其2点之前到学校找他，否则男主性命不保。直到2人消失，女主再次想起自身本质是个杀手，不该奢求普通人的生活，所以打算再把敌人干掉，解救男主之后离开这个国家。只是想到这里，脑海中又闪过男主刚才说的那句话，不愿看到他离自己而去的画面。镜头切到学校这里，将男主捆绑起来之后，他全程嘴遁，贿赂的这副处境都是女主害的。然而男主不为所动，他坚信女主一定会拯救自己的。但格雷斯闻言反倒觉得很可笑，明明什么都不懂，随即声明那女人可是怪物。虽然杀手大多冷血残忍，但白雪却是他们之中最特别的。それが流星九子第4子。所谓龙生九子，便是各国最顶尖人才聚集组成的暗杀集团。据说人类历史变动的事情，其中必有他们的痕迹。不过因为他们太强大，与之敌对的组织也非常多。要是他成功击杀了这么一个传奇人物，那就能实现财富自由，接着包养几个猛男，前往圣托里尼岛悠然自在的度过余生。而此时男主反驳，自己认识的女主是个缺乏常识且具备天然单属性的吃货女仆，后面省略一堆没必要的话题。很快女主来到现场，在他迈开步伐靠近的瞬间，格雷斯直接掏枪射击，结果子弹被女主轻描淡写的给切开了。按照有烟无伤定律，下一刻他便趁着烟雾的遮挡快速近身，在即将人头落地的刹那间，格雷斯猛地拔掉尾巴进行格挡，而一击没能得逞，双方再次拉开距离。面对敌人的询问到底为了什么才想变得普通，结果他表示男主明天得上学，所以想要尽快结束，否则熬夜对身体不好。而这般若无其事让格雷斯恼火至极，于是用手机遥控激活周围的狙击枪，只要再敢上前一步，那么他立马会被打成人棍。按理说他的威胁应该会起到作用，但女主根本不按常规出牌，没等对方话说完便再次发起冲刺，而被逼急的他索性按下开关。然而女主丝毫不慌，前进的同时往4的方向丢出飞刀。这一刻他怎么也没想到，那4条镭射线反而给女主提供了能够锁定的目标。
意识到快要领盒饭了，他急忙用嘴遁干扰，企图在女主分心的瞬间逃跑。可女主声称，之前觉得最好的归处是不断的杀戮，现在她不会杀任何人，也不会让男主因为自己而丢了性命，从此会凭借自己的意志，把所有理解的普通坚守到底。而这些话搞得格雷斯一脸懵逼，明明传闻女主从不会放跑盯上的猎物，如今看来她只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任性女人罢，不然以女主的手速，刚才又怎么可能会砍不到自己的脖子？回家途中，心大的男主没有丝毫惊慌，但女主因为这场意外很过意不去，所以只要男主一声令下，那么他会立刻从眼前消失。然而男主早料到他会这么说，随即让女主教自己防身术，毕竟再怎么说自己也是个男人，不想成为他的负担，甚至希望能帮上女主一点忙。就这样，他被男主该死的雅莎系给感动到了。嗨。